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新年伊始，事情不断。中国有句老话叫7岁看老，人的一生如此，世界的运势又何尝不是呢？2025年一开始发生的事情，从各个层面给我们展现了一些今年的总体剧情。美国新奥尔良的恐怖袭击，美国众议院议长的惊险连任，纽约法庭对川普的宣判等等，预示在新的一年，政治角力、司法缠斗和恐怖袭击等将持续成为美国新闻焦点。在中国，房价连续32个月下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历史首次跌破 1.6%， 人民币汇率失守 7.3， 这个重要的心理防线等等消息，预示中国经济在2025年将加速下走的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甘肃银川一日数次地震，河北张家口菜市场火灾数十人伤亡等，似乎也预示2025年的天灾人祸会高于平均年份。基于已知的新闻事件和数据，用逻辑推理预测世界未来发展的趋势，这是我长期采用的节目风格。未来我还会秉承这个风格，但2025年毕竟是新的一年，在新年中，我也想尝试一些新的分析角度和节目风格。而且新年伊始的新奥尔良的恐怖袭击和拉斯维加斯的爆炸案，一位叫比格斯的美国基督徒，他在2个多月前的一个油管节目中，就通过分享他的一个通灵体验，而预测新奥尔良、拉斯维加斯和纳什维尔这3个城市可能遭受暴力黑暗事件。现在他这个预言大部分应验了。这期节目我想放飞一下自我，和大家分享一些比格斯和另一位通灵人士对2025年和之后的一些重大预言，并和大家共同讨论他们预言未来实现的可能性。比格斯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在油管上有一个开播1年多的频道，叫 Last Days， 中文意思是最后的日子。他在这个频道上会发布很多他自己的通灵体验，他声称那是神给他的启示，是神给他展现的一些人类未来的场景。他认为这是神在利用他向现代人类传递重要的信息。真正让比格斯出名的是，他成功预测了2024年7月13日川普在竞选集会上遭遇暗杀未遂的事情。他在刺杀事件前数月的节目中，对整个事件的细节描述与后来实际发生的过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使他和他的频道在互联网声名鹊起。他此后还成功预测了川普会重新当选，以及共和党会赢得2院。另外，他还预测了在川普当选后，美国经济会出现一次可怕的大崩溃，同时全人类会遭受更可怕的第2次瘟疫的冲击。这些预测我们目前都无法证实。当然，他对新奥尔良和拉斯维加斯不幸事件的预言确实是部分应验了。另一位通灵师是英国的汉密尔顿·帕克，下面我们就简称他帕克。这个人就更有名了，他在油管上有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已经有17年历史的频道。因为他多年对国际重大事件的准确预测，有媒体称他是现代诺塔丹马斯。帕克在他节目中没有展现明确的宗教信仰，他给我的感觉更像是在美国被称为 New Age， 也就是新时代的那类人。帕克强调宇宙能量这样的概念，自己经常会冥想打坐，他的很多预言是根据他在冥想时在他脑海中看到的画面，再结合现代社会的情况做出的推演和解读。他对2024年的很多预言现在看都应验了，例如他成功提前6个月预言拜登会退出总统竞选，他也预言川普会遭遇暗杀被击中但会活下来，他成功预言了川普将再次当选并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且共和党会赢得美国2院。他还成功预测了巴尔的摩的一个跨海大桥被轮船撞毁的事件。当然，他也承认他对2024年另一些预言并没有发生，例如他预言中共会在2024到2025年之间对台湾动手，他现在承认这个预言是个失误。可能有观众会问，世界的未来真的可以预测吗？这其实是个极端深刻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决定一个人的世界观。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会详细跟大家解释我为啥相信，
当今人类世界的未来是部分可预测的。不过，无论您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什么，希望今天我们都能姑且秉承一个轻松开放的心态。其实，讨论这些预言本身就极具娱乐性。我知道网上有很多人都在谈各种预言，有的是基于对历史预言书的解读，有的是基于某个过去预言家的言论等。我选择关注这两个现代通灵师，出于4个原因。首先，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用现代的语言直接描述现代正在进行的事件，这样一来，他们的预言是否准确非常容易检验，至少我们不用在文字层面再去猜哑谜了。另外，这两个人在陈述他们的预言时，也会和观众分享他们预言的依据，也就是他们在祷告或冥想中看到的画面，这让我体会到他们的真诚和透明。第三，我的专业背景是统计和数据分析，我认真分析了他们预言的细节和做出预言的过程。基于他们目前预言的成功和失败的比例，我的结论是，他们预言完全靠随机猜想的概率几乎是0。那么最后呢，我同时关注不止一个通灵人士，是因为我发现，如果某个事件被他们同时独立预测到的话，那么这个事件最后应验的概率会高很多。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川普躲过刺杀并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这些事情，他们两人都同时预言到了，结果后来这些事情都真实发生了。那么针对2025年，他们都在近期做了专门的预言节目。比格斯在2025年1月1日做了一期1个小时的节目，而帕克在2024年11月18日做了一个近3个小时的节目，对2025年或以后更长的时间的未来做了一个全面的预测。他们的预测分别针对美国、欧洲、英国、中东、乌克兰、亚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加拿大等不同国家和地区，其中很多预言都非常大胆和惊人。随后，帕克还在他后续节目中对那次综合预言又做了跟踪补充和细节分析。帕克和比格斯有关中国和台湾的预言尤为惊人，我在后面会详细介绍和分析。首先，帕克和比格斯对2025年包括随后几年的总体预言都可以用一个词总结，那就是重生 （revival）。比格斯在他的预言节目中提到，虽然战争本身可能在2025年还会加剧，但是他在节目中从头到尾都在重复着重生这个词。而帕克在他的预言节目中开篇就提到，人类会经历一个艰难的时期，但人类终将克服，走向重生。帕克在描述他的这个总体预言时，提到他脑海中看到的画面是火中熔岩。火中熔岩在西方文化中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首先，它象征不灭与再生。在西方传说中，熔岩被认为能够在火中生存，甚至从火焰中重生。这种属性使其成为耐久、不朽和重生的象征，非常类似于凤凰浴火重生的概念。它的第二个象征意义是进化和转化。火焰象征着进化和蜕变，而熔岩在火中幸存的传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象征。它被认为能够通过火焰摆脱杂质，象征精神的升华与纯净。另外，帕克说他好像没有感觉世界会在2025年面临另一场更大的瘟疫，但比格斯在过去的预言中却提到了这一点。帕克具体针对美国的预言是这样的：首先，帕克在冥想中看到法庭、法官、假发和互相攻击的画面，背景中有一个满月，预示着可能在满月时发生与法律相关的大事。因此，帕克首先预测川普和他的阵营将面临重大的法律挑战，媒体也会反对他，但这些挑战不会成功。另外，帕克还感觉美国会出现很多法庭上的争斗，但是这些法律纠纷似乎还不简简单单是两党之间的法律攻击，而且川普本人也不会利用法律主动去报复他的政治敌人。同时，帕克预测美国社会将揭露出2020年大选中的种种腐败和舞弊行为，而这个揭露的过程主要是由媒体和记者推动进行的，而不是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在推动。
帕克预测，川普和共和党会引入新法律来保证未来选举的公正性。美国投票方式可能会因此改变，会更加重视选民身份验证等。帕克还预测，川普将引入反觉醒法律，从而终结美国过去这些年的极左觉醒运动。法律内容涉及更衣室、变性手术、性别教育等多个方向。这些法律条款将引发巨大的法律挑战，但最终会成功成为新的法律。而美国觉醒运动的终结会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应运动产生重大的影响。帕克还预测，川普这次会成功把美墨边境墙修完，同时大量的非法移民会被驱逐出美国。这个过程会导致美国社会出现一些动荡，左派媒体会高度关注驱逐非法移民过程中的人道主义后果。另外，他预测川普政府会对墨西哥、加拿大、中国和欧洲征收关税。川普真的将对中国征收60%的关税，这些关税将导致市场在短期内出现恐慌，但最终会稳定下来。而中国那边为应对川普的关税，中国将限制关键矿物对美国的出口，这将对美国的技术产业造成一些困难，并引发西方国家对稀土金属矿产资源的争夺。因此，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稀土金属矿产可能成为投资的好机会。此外，帕克再次预测会有更多针对川普的刺杀企图，画面有些类似里根当年遇刺的场景，但川普不会受重伤，并会成功完成任期。和帕克的这个预言再次呼应的是，在比格斯对美国未来的预言中，他也提到了川普可能未来会遭到危险，希望大家为川普未来的安全祷告。就马斯克将来主导的美国政府效率部，虽然这只是川普创立的一个咨询性质的部门，但是马斯克的效率部真的在彻底改变美国政府，可能带来对美国政府部门的大规模裁员。同时，帕克还预测，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美国科技领域，尤其是硅谷，将出现裁员潮。同时，美国的量子计算将取得巨大飞跃，这将进一步加速人工智能的发展。帕克预测，美国经济的多个领域在2025会出现上下起伏，但是没有看到出现经济大规模崩溃的现象。有趣的是，在比格斯对美国未来的最新预测中，他也不再提他此前谈到的在川普当选后会出现一个经济大崩溃的时期，而是也谈到了2025年可能是一个繁荣的窗口期。对美国的北方邻居加拿大，帕克和比格斯同时做出了一致的预测，那就是特鲁多会下台，加拿大保守党会在2025年联邦选举中获胜。比格斯说，他看到特鲁多是被从加拿大总理的位置上移除的，而帕克则说，特鲁多下台的主要原因好像是加拿大人对经济不满。另外，帕克还感觉加拿大将爆出与特鲁多和中国有关的重大政治丑闻，可能涉及贿赂，可能影响加拿大所有的政党。对于2025年的欧洲，帕克的整体预测是，欧洲会受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启发，欧洲的右翼政治抬头，并且这种趋势还在加剧。由于移民过多和文化冲突，2025年将是欧洲重新思考和重置的关键一年。人员自由流动这个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原则将被推翻，并最终导致欧盟分裂。帕克看到欧洲弥漫着动荡不安、危险和近乎革命的气氛，欧洲多国充斥着街头暴力、燃烧的建筑物、大型抗议和街头游行的景象。帕克看到燃烧的清真寺，感觉是暗示可能发生的针对清真寺的袭击，以及和移民或非法移民相关的社会事件。帕克看到德国的工厂，特别是汽车工厂，似乎空空如也，预示着德国经济的衰落。帕克和比格斯同时预测法国总统马克龙会下台。帕克说，他看到的燃烧的法国国旗象征着法国将面临麻烦，可能是经济困境和社会动荡。法国的动荡主要与移民问题和经济问题有关，法国的政治将出现重大混乱，有人作弊、受贿的行为将被曝光，
帕克说他看到巴黎发生大火的画面，这可能是象征性的，也可能是实际的火灾。法国可能发生更多恐怖袭击，也可能发生与毒品或帮派有关的枪战，游客可能会被卷入其中。法国将处于完全无政府的状态的边缘，马克龙会突然间离开政坛，而右派的勒庞最终将成为法国总统。帕克说他不认为法国会像以前那样的暴力革命，但他看到一些东西在法国萌芽。法国的变革将引发欧洲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德国、西班牙、瑞典等国都将出现抗议活动。而且帕克还提到，他感觉川普厌恶欧盟，将对德国和法国的出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这将加剧欧洲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动荡。帕克甚至预言美军将撤出欧洲，这将对欧洲的权力平衡产生重要影响。有关乌克兰战争，帕克预测2025年初乌克兰战争甚至还会升级，特别是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将在俄罗斯境内取得一些成功。即使双方有谈判，也不会像川普所说的那样容易，不会迅速达成协议。不过双方最终将谈成一个停火协议，好像是在2025年底达成的。帕克的这个预测和最新爆出的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拉诺夫将军对2025年乌克兰战争轨迹的分析非常相似。最近布拉诺夫和泽连斯基都提到，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技术领先，让乌克兰能够在战场上深入俄罗斯境内，针对俄罗斯各种重要资源和武器实施攻击。因此布达诺夫说，乌克兰2025年在战场上的表现肯定会比2024年要好。他暗示，面对本国金融和经济的巨大危机，俄罗斯会在2025年的下半年开始清醒过来。对于双方最终和平协议的内容，帕克预测乌克兰将取得某种程度的胜利，但是还是不得不通过土地换取和平。乌克兰将收回一点点克里米亚，而俄罗斯将保留大部分克里米亚，并控制乌克兰东部一块狭长的地带，这将允许俄国能够从陆地上和克里米亚半岛连接起来。但是乌克兰会从俄罗斯那里得到一笔重建资金。帕克预测，乌克兰得到的那笔资金很可能是目前已经被国际大银行扣留的俄罗斯战前资产，那些钱可能会给乌克兰作为他们战后重建的资金。而协议中有条款会要求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普京将把这个条款作为他发动这场战争最后胜利的宣言。帕克认为普京的健康状况不如外界所描述的那么好，而且最终会被取代。对于中东地区，帕克以前预测以色列会攻击伊朗的核设施，虽然至今还没有发生，但帕克预测以色列最终会攻击伊朗的核设施，而且在发动攻击前，以色列会先攻击伊朗核设施的网络。帕克还预测伊朗将发生革命，其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在2025年去世。帕克和比格斯都预言以色列在2025年往后会有好事。比格斯简单描述以色列将经历复兴和繁荣，而帕克则更详细的预见以色列最终将吞并西岸和加沙地带，并发现近海石油资源。沙特在美国的帮助下再次尝试调解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并最终在2025年底促成以色列和伊朗达成某种和平协议。针对东亚，帕克和比格斯都预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出问题。帕克说，2025年金正恩的健康问题会被报道出来，可能是他的心脏和肠道都出了问题。而比格斯在他的节目中，他看到的神对金正恩非常生气，把金正恩戏称为小面团男孩，说金正恩已经挡在朝鲜人得救的路上太久了，还在进一步迫害着那些神的子民，因此神会惩罚他，会让他很快就崩溃。神要把整个金家王朝都推翻，不仅是金正恩，还包括他妹妹，因为他妹妹同样是个暴君。比格斯看见朝鲜的建筑物倒塌，
他猜测那可能是象征着朝鲜政权的崩溃，朝鲜基础设施崩塌，朝鲜内部出现混乱。比格斯说，神告诉他，阻挡朝鲜人民听到神的教诲的铁幕终将被打破。帕克和比格斯都提到，2025年世界将经历很多恐怖主义攻击，将经历更多的地震、风暴和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帕克特意提到，在日本附近将发生大地震和火山喷发，会影响到整个太平洋地区，甚至波及加利福尼亚。最后，帕克和比格斯对2025年的预言中都着重提到了中国。在比格斯看到的画面中，中共的形象是一个大的红龙，美国和中共将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发生冲突，但是比格斯看到川普就像驯兽师一样，用鞭子暂时驯服代表中共的红龙，让各国暂停敌对行动，为人类复兴创造了一个机会窗口，而且还打破了共产主义对美国左派的渗透和影响。而帕克对中国2025年的预言就更加详尽和惊人。首先，帕克提到他在以前节目中已经谈过他对中国未来的预测，其中一些预测已经开始显现雏形了。同时，他可能需要重新思考他的另一些预测。首先，帕克认为川普对中共增加关税的行动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沉重打击。他以前就预测过，说中国会由于经济问题在香港和其他中国省份和地区引发反抗。帕克认为这些变化会在2025年开始如种子般显现出来。川普的关税制裁虽然不会直接让中共破产，但可能会严重打击中国的经济，出口减少将影响本来就处于接近奴工工资水平的中国工人，而经济的不断恶化会引发中国社会大规模的不满行动。这种情况可能不会立刻爆发，但会在2025年愈演愈烈。这次中国再出现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时，就不只限于香港了，还会波及中国其他地区，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私下或公开要求习近平下台。中国社会高度依赖像支付宝或微信支付这样的应用程序，中国人几乎已经不使用现金了。中共当初推这样的支付方式，目的就是便于他监控中国人的所有消费行为。但帕克预测2025年中国内部的意见人士会发起黑客攻击，同时瘫痪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这两个应用软件，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为中国几乎所有交易都依赖这两些软件，而哪怕是短时间的系统崩溃，也会严重腐蚀中国人对中国金融系统的信心。帕克预测到2025年底，中国经济将急剧下滑，中国民众对现状的不满情绪会日益高涨，可能出现类似于躺平式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抵抗运动。经济问题导致社会动荡，习近平会因健康问题而下台，中国将出现一个新的领导人群。帕克在预测中特意提到，中国的变革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2025年将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开始走向一个新的方向。中共在中国将走向终结，中国可能有一些内部冲突，但绝对不会像当年中共夺取政权时发动的内战那样血腥的冲突。这样的反抗会逐步导致中国分裂成类似于目前欧洲这样的形成较小的单元国家的形式，但过程中中国整体会因此变得更加民主。帕克对中国未来的预测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似乎很难想象，但是我确实从多个角度看到了向这个方向发展的苗头。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会在以后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我的那些观察和视角。帕克还特别提到了在中国这一系列社会变革中，中国还将经历一个文化复兴，而这个文化复兴运动将成为引领中国社会走向新方向的关键。帕克在节目中特意提到了他在10多年前，大约是在2008年前做的一个有关中国的梦。帕克说，在梦中他在中国的一片泥巴地上艰难的前行，突然他看见一座架在高脚柱上的木屋，他沿着一个甲板爬进屋里，看见里面正在上演一场极其美丽的舞蹈，
名为花之舞。帕克说，他还看到屋中还有留着长胡子的老子，正在指挥这场舞蹈。老子回头对他说，这就是中国的未来。这个梦让帕克感受到中国未来的希望，因为他看到的那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上的重生，而这种源于文化的觉醒将为中国未来开辟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方向。这段梦虽然发生在10多年前，但是他对帕克内心冲击非常大，因此他不但过去这些年在他的节目中多次提到这个梦，他还特意在他的一本书中记录和描述过这个梦。然后帕克在节目中还特意提到，他注意到近些年兴起的那个中国舞运动和演出。他说他和他太太的计划很快去看那个演出。帕克谈到的那个中国舞运动和演出应该就是神韵了。神韵艺术团就是成立于2006年，和帕克提到他做的那个梦的时间差不多。而神韵在他网页上明确提到，他的使命就是通过中国古典舞和音乐复兴5000年的中华传统文化。目前神韵每年8个演出团在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我在网上看到其中一个演出团会从今年1月到3月在英国12个城市进行巡回演出，因此帕克和他太太应该是计划去看其中的一个演出的。最后，帕克和比格斯在他们对2025年的预言中还都提到了台湾。比格斯在他的预言中强调台湾将经历复兴并充满荣耀。比格斯说，他看到太阳在台湾升起，发出荣耀的光芒。而帕克在他的预言中提到，在中国出现巨大内部危机时，台湾可能成为中共转移内部矛盾的一个工具，而依然处于中共的威胁之下。但是美国将增加对军事和太空的支出，而且美国还会在台湾测试新的防御技术，例如基于无人机和声波的防御系统等，来加强台湾的军事防御能力。因此我整体感觉台湾在2025年的状况应该和此前的状况差不多。一方面，中共会在台湾周边继续不断摆出张牙舞爪的吓人架势，但另一方面，台湾民众在自身的不断觉醒中，在美国的帮助下，应该会出现更加繁荣的景象。这就是2个著名通灵师对2025年的主要预测。预测终归是预测，而让我更期待的是这个和大家一起能见证2025，见证这个不平凡的复兴之年的这份机缘。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